以后有个更好的生活吗？我要有逍遥快乐的资本，谁不想天天跟对象出去吃个玩个呀？我现在都不知道一天忙里忙外工作到底是为了谁。他总是用工作的借口搪塞我，我能怎么办？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下去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米29岁，来自黑龙江，房产经纪人，来有请小米。女嘉宾小杨29岁，来自黑龙江，室内设计师，来有请小杨，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儿谁要来？我要来的。干啥？我们俩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关系也挺好的，经常见面。可是就这段时间吧，我基本上就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然后他总是说他没时间，总说工作忙。但是有一次吧，我上游戏，我看他也在游戏上面呢。就是他忙玩游戏也没时间理我。谈了多久了？谈不到1年。大概他开始说他忙，大概有多长时间呢？起码得有个3、4个月了吧。咋了？打游戏不跟人约会呢？确实是有那么一次，是他给我打电话，赶上那天我是工作了能有半个多月才休息1天，而且那天他在工作，然后当天因为我休息嘛，我就在那个打游戏，然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我一直玩游戏不理他，我这就很忧郁，因为我这每天对工作压力这么大，每天早上不到6点我就要出门，然后晚上7、8点钟我才算工作完事往家走，然后我到家可能都要8、9点钟我觉着半个月我才休息1天，在家玩会儿游戏怎么了？那我觉得就是那你吃饭的时候你给我发个微信也行吧？你上厕所的时候你也能发个微信吧？我也不是完全不给你发，我也偶尔会给你发，在我不忙的时候。那可是确实偶尔基本上就是3、4天。我也不是一直不联系他，就是像过年时间，我非常忙的时间，我也说抽时间给他一起去旅游。一说这旅游这事儿我就生气。我们在火车上，我睡着迷迷糊糊呢，就是被东西砸醒了。我一起来一看，我这满床。什么瓜子儿、橘子、香蕉、小食品、矿泉水，什么都有。就我在睡觉的时候，他往我身上扔东西。他打呼，他声音特别大，他打呼打的，就不只是我睡不着觉，可能这一节车厢都没有，这一节车厢的人都没法睡觉。可以是我打呼吧，我后来我都已经坐起来了，坐直了，我在看电子书。你坐起来，你喘气声那么大，我怎么睡啊？就是他，我觉得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他生起气来，我连呼吸都有错。这我们也是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去玩嘛，然后就我也发现他这人吧也是挺不爱运动的，我就寻思反正就着上次那个事儿，我自己寻思办一张健身卡，然后特意挑的是他家附近。我办完健身卡，我寻思带着他一起去运动运动，要不然他挺胖的，身上还味儿还挺大的，然后还特别爱打呼，就是生活作息一点都不好。我寻思我送他一个礼物。结果人态度也特别不好，人态度跟我说：“你送这干嘛呀？我没时间。”我觉得他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说我身上有味儿，我有啥味儿？而且你说你办好几千块钱的健身卡，为啥不跟我商量一下？那我以为下班之后就可以去了。这不没有时间，我现在不就是没有时间吗？你不是没时间，你就是没在意我。就说上一次吧，上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然后他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连一句问候都没有，而且我一直在朋友圈发，我发了很多条，我说我今天过生日，别人给我发的红包什么，我一直在晒，但是呢，他没有音儿，这个连微信都没有。我觉着我应该解释一下，因为事后我也跟你解释了，事后我请你吃饭了，补了礼物，而且他说他发在朋友圈里，我是一个不看朋友圈的人。她是你女朋友吗？是啊。确定吗？确定啊。你女朋友哪天生日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没告诉过我，我当然不知道啊。哇，他们是这么谈恋爱的啊？在一起交往都快1年了。我的生日你也不知道啊？你生日过得早，那前我们是刚认识的时候，隔了不长时间他才。那我自己的生日我都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他的生日什么时候了吗？知道啊，印象非常深刻。说一下清明节吗？清明节啊。是吗？我清明节是今年赶到清明节了，不是每年的清明节，就我们过阴历生日嘛，就今年赶到是清明节了，就是还挺复杂，他们俩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日。行，这不就补过了吗？对，补过就补过了吧，还有别的不在意吗？
总共就这2个月的时间，而且这2个月还是因为我之前在内蒙古做生意，而做的还算不错。因为我回到哈尔滨，把这些之前的生意抛弃了，我又重新选择了一份行业，然后这刚站稳脚跟，我这成天这么忙，不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想把贷款还完，然后早点。那你贷款你给谁还的呀？你贷款你好意思说吗你？我咋不好意思说呢？他房贷是他前女友的名，房子是他前女友的名。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认识他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在一起了1年多，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然后因为女方希望我买房子给女方的名字然后我和他一起去买了房子，买了房子之后写的是女方的名字，然后贷的款，然后一直是我在还，然后钱也是我花的。之后我们感情不太合，分手了然后我们之间有个口头协议，当过户，因为过户2年之内过户会有一个额外的附加的税非常多，而且贷款没还完是没法过户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尽快这2年时间，我抓紧把这个贷款和这个税钱都准备好，到时候你配合我一下过户。然后他也承诺了。那你没有一个，就是他们只是一个口头的协议，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应该落实到书面上才对。那这个事儿为什么非要落实到书面上？因为我们这是必须的事儿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就是问过他的父母。对，就因为这点事儿，他居然闹到我家里。你说找我家亲戚评理，找我爸评理，那他们谁能帮我还贷款？这个家需要我养，我就是想，咱俩既然交涉不了的话，我就是问问你的家人，这个事儿怎么去解决？你问他们有什么用啊？那你说都是成年人，自己解决不了吗？那你不也找我父母了吗？本身我父母都不知道这房子是你前女友的名，现在都知道了。做房地产的，房产中介的，是这有危险吗？有。为什么不赶紧规避呢？因为你还成年人，因为我信任他。你别信任谁呀？我前女友啊。所以其实你还这个房贷，你心里还是特别愿意的，是吧？因为我还这个房贷，我知道如果万一他不给你呢？万一不给我房贷，如果万一呢？那我就不还了呗。啊？那我就不还了。你还完之后，他不跟你过户了呢？您说的是，但是你这个肯定他心里会不舒服嘛。因为他虽然没有权利去管你这个，但是作为你的女朋友，他心里一定是不舒服的。就是为什么你还要给前女友去还房贷？人家让你写一个书面的东西也没有错啊，也是为你啊。还有别的吗，姑娘？今天来。再就是我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我在那边赚的也挺多的所以我就说，既然我们老家那边赚钱不是太好赚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起码说我们可以共同的去支付你这个就是贷款啊这一系列的费用就是换一个环境，因为毕竟说大的城市它的那个就是首先他赚的会很多，再一个他机会会很多。他不是刚为你从内蒙古回到黑龙江？我也是为了他从那边过来的，我也没走因为我之前在认识他之前，我也是一直在上海上班我觉着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说实在的，如果我要再去上海，我现在的所有的努力，现在我的收入也趋于稳定了，慢慢不在一步一步往好的方向发展吗？如果我去上海，又要从头再来，又重新开始打拼。这么说吧，如果他坚持去上海，你去还是不去？我去没法还房贷你去还是不去？我不想去上海如果他坚决不去，你留还是不留？我觉得如果说房子这个事儿能解决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更名到他的名下就行了，可以是吗？女生其实是着急结婚了，是吧？我是想的，因为毕竟岁数大了。男生怎么看这段爱情啊？说实在的，想不想娶人家？想，当然是想但是，因为，说什么？之前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然后，为这段感情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毕竟我买房子写的是人家的名，我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改过来，这需要一段时间的。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去不去上海？但是我是不希望去上海。所以你看，最核心的2个问题你都没办法解决，这就是女生为什么说你变了，你对我的态度冷淡了。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解决。我们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来，我特别理解女孩
我理解他这种担心和焦虑，真的就觉得，尤其是这男孩刚刚还在台上说了，我特别信任前女友。哎呦，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别说女生，我的心都咯噔一下。我觉得，就即便分开了，你对他这种信任都没有丝毫的怀疑。其实我就觉得你没有把女朋友完全纳入自己的生活轨道。就是你还在自己的那个轨道上独自奔跑，只是现在身边有了一个人，你看着他和你并排跑，你还没有真正的牵起他的手，跟着你的节奏一块跑。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女孩担心的缘由。她为什么说她要去上海，再考虑这几个条件她就不去了，实际上她是看能不能和你在一个轨道上同时跑起来。目前她还没有感觉到这种节奏，所以她犹豫，这是我的感觉。好，谢谢周群老师。来，曲总。男孩，我问你2个问题啊。前女友生日是几号？你记得吗？生日好像是，不用说，记得。前女友过生日的时候，你给礼物吧？对啊。所以啊，就是前女友这3个字儿，让女孩心里极度不平衡，而且极度不安全。你应该理解的，因为帮她去还房贷这件事儿，于情于理是说不过去的。于理，你是做房产经纪的，你太清楚口头协议没有任何的意义，都知道各种协议还会背后有各种的陷阱呢。为什么你明知是一个陷阱还往里跳？于情呢，你很信任前女友，好像比起来谁近谁远，好像一目了然哦。你信任现女友吗？信任啊。你信任你不跟她去上海，你信任你不把你这份以前的情给她断掉，旧账不清啊。你是撕不开跟谁那张脸。你可能觉得和前女友去谈说我们来一纸协议，你觉得有点伤感情吧，对不对？没面子吧？但是你恰恰你不跟他伤感情，你就要跟他伤感情，不可兼得的。所以给你们俩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继续这份感情的话，男孩一定要了清以前的，一目了然。即使为了清那件事情多付出一些钱，如果为了他你觉得值，这件事就可以去做，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珊娜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女生除了担心这个房子最后过不过来户，还担心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房子是你跟前女友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个房子你们之间会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有不断的联系，不断的纠葛，你们会不断的去因为这个房子过户的问题，以这个为名义去见面去聊天，甚至会回忆过去，会不会旧情复燃？甚至我腹黑的想一想，你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断了这段情？是不是未来就打算还是在一起的？因为你到现在连这个房子都不要过户，你自己做房产经纪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呢？早晚有一天都会因为这个房子产生不必要的一些纠葛和麻烦，那个时候它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你想过这个之后的问题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未来里压根儿没有它。构成未来事件的3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你不确定，地点你不跟他去上海，人物你有前女友的联系。你的未来里面根本没有为他安排任何一丝一毫的位置，你让他如何放心的跟你在一起？你还说他嫌你身上味道，连你的呼吸都是错的。当然了，女方也有问题，就是为什么2个人的问题要直接去质问他的父母啊？给未来的公婆留下是什么样的印象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房子，你在婚前就开始纠缠这个房子名字到底是谁的。如果我是他的父母的话，我会想，这姑娘跟我儿子在一起是有企图心的呀，他就想要这套房子啊。所以如果你们2个人有未来，不要去管这套房子，你要管的只是你跟前女友有没有划清界限，这套房子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第二，如果没有未来，
你有下一段感情，两个人的事情永远两个人解决，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一定不要去问父母，因为感情是你们的，跟你在一起的是他，不是他的父母，明白了吗？好，谢谢。谢谢沙涛老师。来，涂老师。其实，综合3位老师所有说的一点，里面有不安全感，是吧？有抓不住这个男人的因素。其实我把它总结为一个词：这个男人在这段关系当中，对你没有承诺感。我们说所有的承诺和誓言都是有口无心的，所以我不说承诺，我说承诺感。拥有承诺感的人，往往能够积极渴望的彼此的关系长久的发展下去。但如果没有承诺感的人，他不会有这种需求。这就像你把你比如说一些很漂亮的女性的性感照片摆在一个公共的场所，有承诺感的男性往往停留的时间会比较短，没有承诺感的男性往往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这是科学依据。所以我今天看这个男人生活当中有你和没你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他也没有在将来的生活的长久的规划当中安排你。我这样说对吧？你有说大概什么时候给他结婚吗？你有大概说什么时候那个房子过户吗？你有大概说跟他去畅想一下将来结婚之后的生活吗？因为我上一段感情也是结束了之后认识的他，对，而且还有很多上一段感情。那你没有结束干净，你干嘛要开始呢？我就单说一点，如果一个女人嫌你身上有味儿，你说打呼噜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的，勤洗澡，把胡子刮了，对不对？说明她没有为你着想，没有为你考虑，你所说的那些臭啊、呼噜啊，她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当他在火车上说我总是被你用橘子皮和瓜子给砸起来的时候，我有点同情他。后来我发现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他根本没有为你做出任何积极的调整。我不说改变啊，人是改变不了的，但生活习性是可以调整的。所以至少说明一点，他在你面前的态度就是你爱喜欢不喜欢，我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如果一个男人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表现出的是不在乎你的感受，不在乎彼此将来可能的发展走向，那么你想想看，这段关系还能持续多久呢？当然你也有问题，你的问题我就不说了，沙娜老师已经说了，我只是觉得你们这段感情很有可能无疾而终。你去逼他过户是没有一点意义的。一个男人只有主动的去做出一些调整，把胡子刮了，把澡洗干净了，把那个过户了，那才是真情实意的。所有逼出来的东西，总有一天最后要返还到你身上来的，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这感情危机了啊！这最后一段话我的理解不是说你是一个没有承诺感的男人，只是说在这个阶段，女生可能更急切给这段关系一个定义和定位，所以女生是想我们早一点就在一起吧，男生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对吧？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这个恋爱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女性，也有一部分男性都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还没有把关系做最明确的东西，爱的东西还没有感受得到，已经非常积极地介入到别人的生活里。这个生活不仅仅是情感生活，是所有的，包括财产，包括一切。你们俩都是为这段爱情有所放弃的，对吧？男生放弃了内蒙的生意，女生放弃了在上海的工作，两个人来到这儿了，干嘛不好好的去谈一场恋爱，先把所有的前提都摆在那儿了，多累啊！所以你们自己看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确实听了几位嘉宾和老师的话，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可能是在这段感情里我走的比较慢，你走的比较快。我刚从上一段感情还没完全走出来的时候，咱们在这个时候相遇了，确实缘分很奇妙，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么快就两个人一起生活。这是我的问题，我会检讨，然后我会尽快考虑你的感受，切断和前女友的联系。
我一直觉得感情当中吧，不是一个人去努力的，是需要两个人共同进步的。而且我也很珍惜，就是在这个时候能遇到。请亮灯吧。谢谢两位啊，谢谢两位的坦诚，秦晖，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来吧，看看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就在一起，谁都不许。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送给你们。谢谢两位请回。在爱里等着你，每一天需要中暖你，在爱里等着你，被你疼惜又中暖。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挺久了，他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还在读书，我觉得他不应该这么早就去接触社会，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他家人都说不干预我们毕业后的发展，但是他现在非要我听他的，我不能接受。我是不想失去他，想有一个稳定的未来，我觉得我没有错。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鹏21岁，来自四川学生，有请小鹏，有请。女嘉宾小婷21岁，来自浙江学生，来有请小婷，有请。你好，欢迎两位啊。还在读书吧？对。学校在哪儿啊？在北京。是一所学校的吗？不是。不是。哦。怎么认识的？就朋友介绍，就我的朋友他认识，然后就在一起了。谈了多久？2年多。谈了有2年多了吧？谈了有2年多了哦。今天谁要来啊？两个人都有那种想要来的意思。干嘛呢？因为一些生活上面的小事，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毕业以后，两个人想要选择一些就业所在地，然后还有生活的地方，因为两个人就是谈的比较久了，然后考虑的也比较远。什么时候毕业呀？他今年就要开始出去实习，我明年毕业。哦哟，是到这个时候了，要考虑未来了。谈了这么久了，对，咱们先从生活小事说起，好不好？好。生活小事怎么了？他呢，他比较黏我，然后他学校离我学校挺远的，我们在一个区，但是离的有差不多坐车要半个多小时吧。他就为了见我，然后在我们学校边上租了个房子。哦。然后，但是我因为我是学音乐的，我每天比较忙，然后我还要接活，然后呢。就只有周末的时间才能去他租的房子里边给他做顿饭啊，然后一起见个面，然后什么的。但是我每次过去的时候都要帮他打扫卫生，然后就挺不开心的。因为我当时早出晚归的特别累，然后我每天7点就要去那个上学嘛，然后晚上也回来的晚，然后当时就特别累，然后叫他帮我打扫一下，对不对？然后我就答应他，我说你帮我打扫一下，我可以给你做吃的，我就下去买菜啊。但是你不能总是这样，就是以这种哄我的方式，然后让我来给你做苦力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苦力了。因为我们俩都是学生，然后他租了个房子，他的生活费肯定，如果说交了房租，他生活费就不够，然后生活费够了，房租也不够，然后我就叫他出去做兼职，然后每次我给他介绍兼职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去做，不是因为我和他的专业不搭边嘛，然后我是学金融的，然后他是那个演唱嘛，然后他给我介绍的工作就感觉和我不对口，然后而且我就不想去，
所以女生在意的是他懒是吧？就是感觉没有那么上进心。哦，没有上进心是吧？哦，对你好不好啊？对我好，但是有些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说都说男生的成熟年龄没有女生早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就是还是没有那么善解人意。比如说，比如说我之前我去做兼职，大冬天的，然后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说我有点不舒服，想让他来接我一下，然后我也没有吃饭，然后就是我回学校的话，因为食堂也比较晚了，没有了，就想着说去他那儿要不买点东西，然后2个人坐着一起吃。结果我给他打电话了之后，他跟我说他没有时间来接我，然后我回去了之后去找他，我就看见他躺在床上打游戏，然后订餐的那个外卖盒也放在桌上，我就不开心了。不是，就当时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回来的路上，然后我怎么去接你，对不对？然后当时我就回来也比较累了嘛，然后就也有点饿，我就先点了一个外卖，我以为他不会来了，他生气，我以为他。那我都跟你说了，我说要来找你了，我也说我没有吃饭，你没有，当时你并没有在电话里给我说清楚，然后他要来，然后他很凶的给我挂了，然后我就以为他不会来找我，然后自己先吃，然后自己就休息了一下，结果他回来就看见这个情况，就像对我生气啊、发脾气怎么的。那你为什么在那儿打游戏呢？不是打游戏是我的爱好，我有一个爱好就喜欢打游戏嘛。我觉得吧，男孩子打点游戏很正常，但是他就是一有时间就打游戏，他有那种时间，那他不如去做一点有正经的事儿。你还爱喝酒，对不对？他平常也爱出去喝酒，周末的时候，然后他总不带我出去，为啥呀？因为他可能觉得就我和他朋友就聊不到一块儿嘛，然后他就。那我觉得喝酒也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喜欢打游戏，那喝酒我也可以喜欢喝酒啊。而且我出去喝酒什么的，我也只是跟我的朋友出去聚会，然后我也没有跟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在一块儿，也没有喝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酒啊。我知道，但他有一次就好多次嘛，可能就喝完酒，然后发脾气不说，有一次他还那个，就他明天要考试，第2天专业考试，我叫他不要去，他不听，然后他喝了酒，当天回来，然后第2天嗓子发炎，然后歌没唱好，然后他怪我没有劝他，没有阻拦他。现在2个人的这个情感算稳定吧？算比较稳定。算比较稳定。对。你们双方的家长见过面没有？就是我们2个都见过互相的对方，家长还没见过。去过对方的家吗？对，去过。怎么样啊？他爸爸妈妈对我挺好的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我妈妈蛮喜欢他的，但是因为我家里面也就我一个，然后我爸爸不想让我离他离得太远了。哎，资料上你是浙江人是吧？对。你爸爸是哪人？也是浙江的。妈妈呢？妈妈是四川的。跟你老乡哎。对，他妈是就四川那边的，对不对？然后以后就算有怎么样，跟我结婚啊怎么样？他正好就他妈也可以回老家那边，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是还占半个老乡的优势啊！未来去哪儿？毕业回哪儿啊？是回四川吗？还是去他的浙江啊？还是留北京？不是我比他先毕业1年嘛，然后准备在北京实习1年啊，然后到时候回成都。那你就希望她嫁到成都去呗？对啊！但是其实他爸爸妈妈是随便他的，就是他跟我回浙江也都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我是学唱歌的，我以后想再往这条路上再走得远一点儿，然后我就想着我说，我在北京再努力个几年啊，然后他就不想让我接着走这条路。什么意思啊？因为他之前就在北京嘛，然后之前就有几次被骗过，就去什么演艺公司啊什么，他说要先给钱，然后后面被骗了，然后我不希望他现在就在北京。就我希望他当老师，就不希望他在北京然后你就希望他改行了。对，他不想让我待在北京也就算了，然后他就还非得让我就是以后一定要跟着他去成都。因为我就觉得如果他在北京，我觉得我不想让他接触那个圈子。然后2，他来成都嘛，然后我就可以照顾他，然后怎么样？而且我们也可以一起奋斗啊，怎么样的，挺好的，我觉得。所以你是希望改变这个女孩整个的人生轨迹了，是这意思吧？
你希望他改行嘛？对，对吧？对。然后你又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到我的城市来，我好更好的照顾你。至于去哪个城市，你可以做妥协，是吗？但我最希望就是他去成都。不是，你能做妥协吗？应该不能，就必须离我近一点，至少近一点，不能太远。所以对你来说，你们俩未来如果在一起是2个必要条件，对吧？其一是要回到四川，至少对吧？其二是女生需要改行，是这意思吗？对啊，女生这儿呢？我就是想再努力几年，然后也不是很想去当老师，就是希望以后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除了这个唱歌演绎之外，你还喜欢什么呢？我就是可以去做生意，我甚至可以去开一个艺术类的培训机构。好，所以你是希望有自己的人生的道路的，对吧？那在你的人生规划里，这小子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也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一下。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来，是吧？就在生活琐事上面，2个人已经发现有一些小冲突了。面对未来规划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无法达成共识了，对吧？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来，男孩特别黏着你，总是想见到你，所以在你的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为了每天能见到你。但事实上，后来我越听，我越没有觉得这个男孩真的黏着你。比如说，你要去给他打扫卫生，尽管你那么不愿意，但是你每次也要去打扫卫生。他分明已经看出了你的抗拒，可是依然不改。再比如说，刚刚赵川问他2个问题：第一，你必须要改行；第二，你必须要去到他的家乡。这是你们在一起的2个必要条件。我很震惊，我完全没有看到男孩有什么黏着你或者离不开你的感觉，我反而觉得是你在妥协犹豫。你始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如果他这么说，那就算了，我坚持我的梦想。你始终说其实我还是很想做我这一行，还想试试看。事实上，我觉得他在你心里的分量比你在他心里的分量要重得多。而我作为一位女性和女儿的妈妈，我在想，如果我的女儿选择了一个专业，因为谈了一个男朋友，告诉她你必须到我的家乡来，你必须要改行，我必须要站出来干预。对不起，你走吧，小伙子，你去找可以为你改变的女生，我女儿不行。我真的觉得你没有那么爱她。如果爱是可以协商、可以妥协的话，我没有看到你的诚意。谢谢。好，谢谢周老师。来，徐总。女孩，你确定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都是重点吗？刚才问你做什么或者必须做什么，其实你可做的很多，对不对？只要围绕你的这个专业，围绕你唱歌的专业，对吧？你甚至可以去做生意，这是你说的，对吧？第二，你的父亲希望你留在身边，是吧？对。但是你选择的是在北京发展一段时间，对吧？对。所以地点其实也在你目前考虑也不是最重要，必须要做的。所以你是一个现在还是可以变的一个状态，但是关键在于为什么不能为他而变？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其实你对这个男孩并没有信心了，尤其到了可能要面临着就业，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你没有确定信心说可以和他走在一起。如果没有确定的话，当然不能去他的那个地儿了，当然不能听他的要去改行了。所以现在你们之间的爱不足以让你做出决定，在哪儿工作，在哪儿做什么。男孩听懂了吗？你这么要求是要求不来一个爱人的。我知道。我给你的建议是，遵循他的决定和感受。如果他一定要留在北京，好，你也可以回到你的成都去发展你的事业，因为根源不在于说在哪儿，而在于他心里你的重要程度在哪儿，明白吗？我建议你回到成都，你们俩可以保持一定的异地恋，异地恰恰能够考验你们爱情的厚度，好不好？如果经不起考验，那就分手，没有对错的选择，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啊。来，莎娜老师。
我想说的是，你们两个人要的东西不同。你要的是安逸和稳定的生活，你希望自己未来的另一半也同样有一个安稳的、踏实的工作，然后相夫教子，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就好了。可是他不一样，他学习的这个专业，或者说他以后的梦想，是一个大的舞台。他想要的是有憧憬的、有冲劲儿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对，他想去闯一下。对，而不是踏实的现在。我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差不多就是20岁、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他特别打动我和让我最后决定嫁给他的最动心的一点，就是他无条件的支持我的梦想。你为你的梦想付出怎样的努力都可以，我永远都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我理解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理解你为梦想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就是我觉得打动女生的那一点就是这个，就是男人的有的时候的理解，因为这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最后走在一起。如果你真的不那么理解他，或者说他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那就不要去逼他，因为明显他其实是愿意配合你的步调的。如果他真的一旦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或者配合了你的步调，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你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对吧？对。所以不要逼他去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涂老师。你们俩之间，如果不是男生黏着你，到你的学校旁边租一房子住下来，你们俩之间早就散了，对吧？很费劲，因为我每天就来回很辛苦，来回跑也挺累的，很担心。但现在临了了要毕业了，也不能再住在你的房子旁边了，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杀手锏，对吧？我们爱一个人不是想要去改变他，事实上，即便你改变成功，他成为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那么那一天也是你感觉很没味道的时候，因为他身上那些独特的气质已经消磨了，变成了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你也不会再爱他。而事实上，我们也始终无法改变一个人真正的想法。如果你能够改变他的想法，那也是短时期之内他为了配合你所做出的表演而已。长时间下去，总有一天他会觉得遗憾，他会觉得痛苦。说白了，我们所有的人只能管住自己，管住自己对对方的忠诚和爱，我们绝对管不了对方是否爱我。你管不了的。他去了成都，你就认为你管得了了吗？没有。人在你身边，心不在你身边，有意思吗？没有任何意义，徒劳无功而已。所以管住你自己吧，他爱咋地咋地。我不建议你为了一份爱而妥协自己的自由和梦想，但是我们也绝不会因为自己内心的任性而走错路。你可以尝试一下，明白吗？所以说你该干嘛干嘛去，他该干嘛干嘛去。如果你们彼此之间还因为爱而有所联系，那就看这份爱到底有多大的凝固力量。如果没有，就不要去奢谈所谓的梦想，连感情这事儿都没弄清楚，还谈什么梦想呢？好不好？就这样。别犯懵啊，这就傻了。梦想可不是一定要实现才叫梦想吧？一个人在追一件事情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他付出，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啊。所以不哭啊，姑娘，没事儿啊。这个有梦想是好的，但是你要去努力，不为这个哭啊。其实有的时候爱情这东西挺残忍的。陪伴，我个人觉得是爱情当中的一部分。就你失去了陪伴，可能真的就失去了爱。但是不要怕嘛，因为人生有很多的抉择的过程嘛，你们去抉择就好了，好不好？好，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分。不要哭，
你说的事我会考虑，然后我会把你说的所有的话我都会记在心里，然后都为你着想。然后今天我也没什么多说的，我还爱着你。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两位请回啊。来，请关门。来吧，看抉择，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不要哭了。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因为老师，我想了一下，不管他怎么样，我还是会陪伴在他身边。不管他的梦想能不能实现，就任着他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来，送给你们。谢谢。好好的恋爱，好好的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你们，请回。谢谢啊。在爱里等着你，陪你谈戏有种难你，在爱里等着你。好了，这是今天他们在这个舞台的选择。1年之后，真的2个人毕业的时候，到底怎么选择，谁也不清楚。但是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在碰到坎坷的路上坚定下去。